好，可以，加油。我们首先要请上来的是，去年大家通过他的表演知道，他3次高考上了北大啊。我们得出结论，这位同学非常擅长上学，对，爱考试。掌声有请上学威龙小鱼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哎呦，第一轮就打川哥，我在想我们俩怎么能 PK 呢？孟川小鱼，川渝一家亲呐、大家还记得我去年分享过我高考参加过3次，最后1900分才考上北大的故事。今天再跟大家聊聊我最近的生活。我学的是预防医学，现在大5了，马上准备本科毕业。虽然我水平一般，但我还打算接着读研，因为我这个专业就是本硕连读，不读白不读。但大家放心啊，我不是那种4+4。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一般来说，只有本科学临床医学才能当医生，我预防医学都不行。我想当医生，只能放弃现在的医学专业，回去参加第4次高考，总分2500分，才有机会当医生。也就是说，我得弃医从医。我这个专业是5+2哈，就是现在大5自己去找导师面试，双方都同意就可以继续读研了。我当时给很多老师发了邮件，不改内容，只改称呼，很有效率。但我水平一般，很多老师都婉拒我了。只有一名姓王的老师迟迟没有回复我，还有一线生机。我就又给他发了一次非常诚恳的邮件，他回的也非常诚恳。他说：“谢谢小鱼同学，2封邮件均已收到，但我是李老师。”我心想完了。我该不会成为一个没有导师的研究生吧？那我以后就是无导生。No， 我就讲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掌声送给很会上学的小鱼。小鱼灵灯吗？灵灯确实也比较受伤吧，但确实是非常差。首先稿子本身就不好，另一方面是演出前一晚还有一些改动啊，没太熟，就导致嘴瓢之后就越来越崩了。预料之中，但比预料的差一点。小鱼到休息区，和小鱼要 PK 的这位朋友大家很熟悉啊，虽然他一直没有考公，但是千万不要忘了，他骨子里有山东人的血脉。所以他经常会有新动作，掌声欢迎孟川。大家好，我是孟川，山东艺人。我是今年唯一参加节目的总编剧了。毕竟其他总编剧也没有什么家世，有时候我跟陈哥一块改稿，我看着他快快乐乐的，我都想再给他找一个家。今年过年，我是带着一大家子人一块去泰国那边过的年。当时那边正好闹绑架案嘛，但是一看机票酒店也太便宜了，想着就去呗，反正一家人也在一块儿。到了园区也互相有个照应。我跟这帮朋友们打了个招呼，他们说那边现在很危险，你一下飞机就会被拐到缅北去，索要高额赎金。这样吧，你先把钱放我们这儿。感觉还没到泰国，已经遇见缅北的了。我爸他特别怕去泰国吃不习惯，他带了3斤驴肉，15个驴肉火烧。到了飞机上，人家广播说肉制品不能入境。我是睡着觉被我爸叫起来的。我爸说：“儿子，泰国海关管得严吗？”我一下子下精神了，我说：“爸，你走私什么了呀？”
我爸说在你包里。我说扔了，我爸不想浪费，强行派给我3个驴肉火烧，但是带的实在太多了，我就看见我爸在飞机上给空姐派驴肉火烧，但是人家空姐非常善解人意，人家拒绝完我爸的驴肉火烧，我爸正往前走，空姐就把我爸拦住了，说机长也不吃。驴肉火烧还好，关键是驴肉是一整块的，就看见我爸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特别有礼貌地问：“各位，请问谁带刀了？”人家有个乘客特别热情，就在说那边用泰铢不用刀了。什么破玩意儿？就很破的玩意儿，但是孩子厉害。生的团的嘛，怎么说他都不扔。这人吃多了驴肉确实是酱。我害怕呀，我看过影视剧里边那种缉私的，你带着驴肉火烧不用狗我都能闻出来。真出了事肯定上热搜，说脱口秀演员因为走私驴肉火烧被捕。网友评论说没见过那么馋的劣迹艺人。然后我爸又劝我说：“儿子，下了飞机不是还要走一段吗？你一定会走饿了的。”所以下了飞机我边走边吃，顺便刷那个社交媒体，就看到一条蕊炮说在泰国看见我了，但是没跟我打招呼，因为看着我这个人觉得不好打交道，整个人看着趾高气扬的，我也没法跟人解释我是吃饱了撑的。我还跟我爸说：“我说爸，我好歹也是个小众人物。”被人拍下来影响不好，我爸说：“那我给你找个地方吃，那边你就去那个牌子底下吃，你看那牌子写着了禁止拍照。”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值得推广，以后娱乐圈顶流恋情怕被拍到，就到那个牌子底下谈。最难受的是过了海关，我爸突然跟我说：“儿子，人家不让肉制品入境，那是不是咱们可以只吃火烧里边的肉啊？”事后诸葛亮。那时候我觉得我爸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登了，他这种就叫孔明灯。这个事儿也让我觉得山东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应付海关，那应该也能应对关税战。我甚至觉得山东人的眼光咱们都放得更长远一点，别光盯着国内这点编制呀，跑出去啊！考公务员咱们能考不过美国人，到时候岗位上的人祖籍都是山东。50年内取消托福雅思，200年内山东出一位美国总统。你们想想，美国梦一觉醒来发现是孔梦。很有可能到时候总统竞选，一个黄种人，甚至都有可能是我后代。一上台，我有一个梦想。山东人肯定都给他投票，而且总统竞选这么重要的事儿都帮你了，那以后托你办点事儿怎么了嘛？没事给他打电话，喂，约翰逊，啥空出来坐一坐，给带来点家乡大葱。哎，自己家种的，没花什么钱。那个自由女神像换孔子那个工程。我觉得就应该大力推广《论语》，这都不叫文化入侵，这就是文化下乡。所有国家都是 country 嘛。不用会多了，会一句叫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，这个世界就没有战争了。谁说敌人来了只能打倒他们？完全可以喝倒他们。到时候2个总统坐一桌，酒杯一碰，一个说 drink first respect 先干为敬，另一个总统说 all thing in the wine 都在酒里了。
全球化已经不行了，那就干脆试试全山东话。美国 America 鲁 A。英国鲁 B， 加拿大鲁 C。这个世界和平之后，咱们再解决一下这个世界的终极问题，比如说男女对立，咱们把这个地球的版图重新画一下子，重新画成南半球和女半球。而且不是粗暴的一分为二，老祖宗教咱们了阴阳嘛。到时候这个分界线上，就放那些想谈恋爱的，那2个点上，就放一些男男女女。小鱼每年都能遇到最强的对手。杀小鱼用这么狠的刀吗？哎呀，我觉得天下大同就在山东，甚至大同都不在山西。这人已经疯了。希望大家早一天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一下飞机就能收到短信，好客某国欢迎您。讲这么多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穿。炸了！来，各位抓紧给孟川投票，哇，抓紧时间。孟俊。第一期不是最顶的了，那不就？哎，我觉得他还挺好。我是山东大同人。别光，各位别光管嘴，手动起来，别光喊投票忘了。来，孟川的锁票倒计时开始。再次掌声送给孟川。孟川，你是怎么，是不是山东人这次动作有些过大？对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我觉得孟川太强了，他强到什么程度哈？大家可能没有，我刚刚都没有意识到。后来我回过头去想，他其实是带着我们，他指哪儿我们看哪儿，于是我们就忘了他开始带我们是要去泰国的。可是我们都没进泰国，我们只到海关就停住了，然后就转向山东。是的，他凭借自己超凡脱俗的编剧能力和他非常棒的舞台的炸场能力，让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出发是要干嘛去的。我对于所有的脱口秀的当下性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哪怕就是浅尝辄止。这就是功力嘛，对，非常非常好。好的。孟川已经疯了，这个人，后来连天下大同都得是山东的了。就这个人，哎，你当时写这个时候，是不是自个儿已经那个脑内激荡到自个儿已经就是疯了？就是可能写段子的时候前面没那么疯，但是一直叠就到那个状态。我能体会到这种他后来写到这个点上的时候那个嗨劲儿，尤其在我们这舞台上，很少会出现这种狂想类的脱口秀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山东成为美国总统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天下大同就在山东。我有一个梦想，那个自由女神像换孔子那个工程都在酒里了。小鱼回到台中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逍遥团给出来的票数是孟川比较大幅度的领先。在全场所有的观众投票结束之后，小鱼和孟川的票数是孟川得到了291票，顺利晋级。